我到洪洞了，朋友们，山西洪洞。洪洞最有名的景点有2个，一个是洪洞大槐树，另一个就是关押苏三的这个明代监狱。这是中国保存最完整的这个明朝的监狱啊。听过那个京剧的人都知道这个书山起见啊，书山监狱。今天就到这里去看一看，到底这个书山起见是什么意思啊？然后这里的门票40块钱，一进来就是关押苏三的这个监狱啊，进去看一看吧，看看古代的监狱是什么样的。东西两边各有6间房，一共是12个牢房。过道也比较窄啊，而且看这个头顶都有很多铁丝网网起来了啊，上面还挂着铃铛。如果犯人想从这上面跳出去越狱的话，这个铃铛就会响，叮铃当叮铃当，那个狱头就听到了啊，然后就过来给你抓回去。这就是最早的天罗地网。再看看这个牢房吧，牢房的这个门比较矮啊，就是让你进的时候啊要低头认罪，弯腰伏法。再看看这个牢房里头只有4平米啊，这个房间少的时候呢关4、5个人，多的时候要关10个人呢。基本上犯人进来啊，晚上都躺不下，没有地方躺，他们都是蹲着或者是坐着这里头，所以叫做蹲大狱，坐监牢。然后监狱的外面这个碗里面是点灯的啊，这个灯是点在这个过道里的。正对面这个禁房就是牢头，他们平常坐在里面。牢头就在这边审讯犯人啊，然后值班。这边是往脖子上套的那个木枷。你看《水浒传》里面武松啊，还是宋江他们被押解的时候，都是套的这个东西啊。这个轻一点的20斤，重一点的50斤啊，套在头上非常的重。然后大家看，这里还有一个死囚洞呢。这个监狱里啊，那个犯人死了以后是不让走大门的，从这个洞里面就把尸体拖出去了。这边是一个御神庙，叫做桃夭。犯人们每天都要来这里拜这个御神。这个桃夭他是尧舜禹舜那时候的人啊，他第一个创造了监狱啊，所以监狱的人都是参拜他的。每天让犯人放风的时候啊，来这里拜这个御神，其实就是一个忏悔的过程啊，就让他们每天说我有罪我有罪，就是这个意思，一个心理压力啊。然后转到这边，这个是重刑牢啊，就是犯了死罪的，还有犯了重大案件的，关在这个重牢里面。这边啊都是小偷小摸，那些犯的比较轻的人关在这里啊，这是普通牢房。这边是重刑牢啊，也叫虎头牢。看上面这个动物，哇，非常的威严霸气啊，给人一种不怒自威的感觉。其实它是龙的第4个儿子啊，叫做毕岸。岸是这个字啊，这个毕岸啊，他平时喜欢诉讼，喜欢打抱不平，所以把它放在牢房的这里啊，因为长得像老虎嘛，所以叫它虎头牢。咱也到这个虎头牢里面去看看啊，它这个门更矮，只有1.2米，所以进来的时候必须得弯腰认罪伏法啊。而且它是有2道门的，这个门是有机关的啊。你看这道门呢是往里推的，第2道门呢是这样往外拉的，它2个是错开的啊，就是防止犯人逃跑的。你正常的想法呢，就是2个都是推的，或2个都是拉的。没想到他一推一拉，这样不清楚的话，就会耽误犯人的时间。关押苏三的那个牢房就在这边呢啊。进了这个死囚牢，基本上你活着出去的可能性就非常小了啊。哇，这个牢房稍微宽敞点，做了一个苏三的雕像在这里啊。苏三后来是被人解救了嘛？至于怎么样救的，一会儿跟大家讲啊。对面还有3个牢房，那个是关押男的死囚的啊。然后看院子里呢，还有苏三用过的这口井啊，这个井口呢比较小。为啥这么设计呢？就是怕他们受不了跳井自杀的。
然后井口呀有很多这种勒痕，这肯定是他们打水时候绳子在这里磨的啊。这不知道磨多久才能磨出这么深的印来啊。这里面确实有水呢，现在。然后再看一下监狱的这个墙也是有机关的啊，比如说犯人想从这里打个洞，从墙里面跑出去也是不可能的，因为这个墙啊叫做流沙墙，从外面看起来没有任何不一样的啊，其实它是2层的嘛，这2层砖的中间是放的沙子呢。比如说我们把这个砖墙抠下来啊，那个沙子就会顺着这个缝流出来，就会填满这个洞啊，所以从这里挖洞出去也是不可能的。这里面还有一个等级更高的牢呢，更害怕，就叫做黑牢。这里面啊，终日不见阳光，阴暗潮湿，没有窗户，而且这个墙是最厚的啊。这是关押那种即将押赴刑场执行死刑的人呐啊！哎呀，看一眼就让人害怕，心惊胆战呐。一旦关到这个黑牢里面，哎呀，那就想吃啥吃点啥吧，再不吃就没机会了啊。最后给大家讲一下苏三起见这个故事啊，老早就听说了，但一直不知道是什么故事。这个苏三啊，他身世悲惨，很早呢父母就去世了，然后他就被卖到这个妓院了啊。当时妓院已经有2个妓女了，他是第3个来的，所以就叫他苏三了。他在妓院呢认识一个官二代，官二代也喜欢他啊。但是有一天啊，官二代的银子也花完了，所以妓院就不让他待了，把他撵走了。苏三呢就劝这个官二代说：“你好好回去读书吧，不能天天这样逍遥快活啊，还是要找个正经事儿干。”然后老鸨呢就把这个苏三给卖了，卖给山西的一个商人，他就跟这个商人回到洪洞这边了。结果这个商人他老婆啊偷情，跟一个奸夫啊，怕他这个事情败露了，就把她老公给毒死了。你看上面有一个药碗，跟那个潘金莲非常像啊，和奸夫把她老公毒死，然后给嫁祸给苏三了，说是苏三毒死的。然后他们还行贿了这个官府啊，然后官府就给这个苏三屈打成招啊，用刑嘛。苏三就承认了是他毒死的，其实是被冤枉了嘛。后来呢，刚开始那个官二代不是回家读书了吗？没想到人家考中进士了啊，然后还当了8府巡按。他一直都记得这个苏三了啊，一直在打听，最后就在这儿找到他的下落了。然后他就亲自来审理这个案件啊，然后下令连人带案的一起移交到太原那边，因为他在太原嘛，太原是首府，就把苏三起解到太原，这就是苏三起见啊。最后呢，苏三和那个官二代啊，花好月圆，好事成双了啊，还好他这个结局比较好啊。这就是苏三的故事了。那个京剧大师梅兰芳就扮演过苏三，所以这个剧比较有名啊，从小我就听过。好，就是这样了。